我不顾一切的来到北京，到你身边，约定好了，咱们3年之后就回去。可是你现在为什么要反悔？让你留下来，咱们一起在北京打拼，毕竟咱们还年轻。那有男孩追求你，还能帮你找工作，多好。那你现在来找我干啥2个月之前，他跟我打电话说，他爸妈安排他去马来西亚读研究生了。你想想看你自己当初有多狠心，你把他当钻石级备胎。他陪着我在北京生活也有3年多了，最近可能因为我的情绪不太好，导致我俩已经2个多月没有联系了。我知道他已经收拾好行李，打算回老家那边了，可能他很恨我。他说他现在过得不好，可当初我想和好的时候，站在他学校门口等了那么久，他居然连见我都不见。我问他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回老家，他说也不愿意。其实我觉得我们还年轻，不用那么着急回老家那边。我想跟他说，希望他能留下来，在北京这边跟我一起共同打拼。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有请2位倾诉人上场，有请。小冯和洋洋啊，小冯你个儿真高啊，有多高啊1.83米。小冯说说看啊，遇到什么问题了？我们之前有些误会，我想在这里解释清楚。我跟他在一起5年多了，分开有5个月了。在半个月前吧，他给我打个电话，把我约出来，让我留在北京和他一起打拼未来，就不要回去了。我知道你对我很好，咱们毕竟在一起已经5年了，我也舍不得你走。所以我想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这3年来，我感觉啊，你对我要求太多了。比如说吧，我每次去学校找你，你都让我在学校门口等着，从来不让我进去。出去吃饭，你就让我在附近的餐厅点好东西，然后等着你过来，也不让我去接你。我身为你的男朋友，我连这点权利都没有吗？我并没有说不让你进学校找我，只是之前有一次你来学校看我的时候，那次已经很晚了，我都快要休息了，所以穿着睡衣出去见你了。第2天这个事情都传开了，他们都说很晚了，我在学校外面穿着睡衣在跟一个男人聊天，就别人会误会。所以我都会说每次让你在学校门口等我。那我给你打电话呢？每天只有白天12点到12点半给你打电话，晚上8点到9点。其他时间打电话都不接，电话也有规定吗？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在休息，我也不忍心打扰你，毕竟你工作那么辛苦。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有时候我也在学习，跟同学讨论我的课程啊之类的，所以也只能这样规定了。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你逛街，在商场遇到你的朋友，你就把我杵在那里，跟他们聊天。要不是他们主动问起我是谁，你都不会告诉他们我是你的男朋友。然后吧，他问我你是在北京上学还是工作，我说工作。干什么的？我说 KTV 上班的。你听了这个就不高兴了，回去就吵了一架。我觉得没必要跟他们说那么多咱们2个谈恋爱的事情，谈恋爱是咱们2个人自己的事情，并不需要跟他们解释得很清楚。我听明白了一些，你总觉得你有点名不正言不顺的意思，是这意思吧？就是想多了解了解他，知道他身边的朋友是什么样的。5年时间，你都没有走进他的朋友圈？是在北京的时候没有。他在读书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在当地也读书。你们的老家在哪里？在江苏徐州的下面一个县城。我高考本来是要和他报同一所大学的嘛。没有考上，他来北京上学。我不放心，我就跟着来北京伴读。以伴读的名义跟他在一起，也留在了北京，是吧？对。所以包括刚才你所说到的所有的郁闷的地方，也都是发生在他在读期间，是吗？3年时间，你的变化真的好大好大。刚来北京的时候，我陪你去买衣服，当时夏天嘛，
都批发价很便宜的，30多块钱一件的 T 恤，嗯你看中了2件，很喜欢，嗯毫不犹豫的我就给你买了。买了之后，我记得那个夏天你穿次数最多的就是那2个 T 恤，我很开心。但现在呢，逛商场买衣服，你要去大型的商场，小的还不去。我给你买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衣服吧，你说我没眼光，便宜。哎呀，他多洗几次他就坏掉了。像我买一件几百块钱衣服，虽然很贵，但是他能穿2个夏天，他再洗也不会变形啊。你有你的解释，但你过生日的时候我给你买的那套护肤品呢？你用了几天？你说你的朋友都用的是国外的产品，国外的品牌，那是你生日啊，我本来经济就很紧张，我一番心意，你这样说我，你就不怕我伤心是吗？我没有说你买的东西不好，我只是这么随口一说。哎呦喂，可能就是天气太干燥了，不适合我。可是我还有一点就很不明白，就是你每次就老是说我没文化，没法帮助你啊。你说别的情侣在一起可以互相学习，互相帮助，我一个人在北京就为了你而来，你老是责怪我，你为什么要责怪我呢？我没有要责怪你的意思。其实那次你也知道，我考英语4级的时候，平时我都很努力的在复习，考英语4级没有考上，很伤心。所以就有了一点小情绪。你有小情绪你就这样责怪我？你们俩有快乐的时候吗？二位？我有快乐的时候，之前都是他来北京陪我，我们在一起也过得很开心。其实那时候你真不知道，我对他真的挺不错的。我们每年过年回家，或者是暑假回家，都坐火车，挤得跟肉粽子似的，挤死了。有一次他跟我说回家我想坐飞机，说我从来没有坐过，然后我当时过年回家带的钱确实也不多，真舍不得买2张机票，我就给他买了1张机票，我就给他撒了一个谎，说我这边工作还要等2天才能回去，你先回去吧，就让他回去了。然后我最后过了2天自己一个人坐的火车回去，这事你知道吧？你应该知道。这些事情我都记在心里，其实我心里很感激你。这好像是临别赠言似的啊。他可能说他自己没变，但是我心里就感觉好像他变了一样。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只能做那个饭店的服务员，2000多块钱一个月，真的很困难。当时他要说吃水果，买西瓜，一个整的我都不敢买，我只敢买半个，就切好了我就不吃了，你吃吧。然后我那时口袋里嘛，就几十块钱，我还有将近10天发工资，真的很困难，我也不想跟他说。我在家里我啃的白馒头，吃着泡面，我撑过那几天，才等到发工资。其实有些事情我真的是不想跟他说，不想让他担心，知道吗？他过得好我就好，他过得不好我也难受。我知道你为我做了这么多，我都知道，所以想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你还记得吗？15年6月15号你过生日，那天我送你一套护肤品，去吃饭过生日，到11点我把你送回学校，你还是像以前那样不给我进去。但是你的那天你手机老是响，我感觉你有心事儿，你叫我回去吧，我就回去了。我坐在车上，我担心你说不定有什么事情，给你打个电话吧。我打了好几个，你都没有回我，也不接。我担心你，放不下你，我叫司机回去看一看。结果我回去了，还没到你那个学校门口，在路口我就看到你和一个男的在聊天。他手里拿了一个盒子送给你。过了2分钟，你跟他不知道聊了什么，就上了他的车走了。我当时是什么感觉知道吗？脑袋都要炸了，我人就要疯了。我在学校门口等你，给你打电话你不接，发短信你也不回，没办法，只能在学校门口等你，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凌晨2点你回来了，我知道你回学校了，那个男的开车把你送回去了。到现在他的车牌照，他的车型我都记着。你回去之后我又给你打电话。车号咱们不说，车是什么车？福特蒙迪欧。其实那天那个男的是我在北京认识的一个朋友，刚好那天他知道是我的生日，所以他就过来跟我过生日。这不是深夜吗？对。我帮他问一句，送的是什么礼物啊？就送了一瓶香水。什么牌子的香水？ Coco。
1000多吧。 1000多，自从那天过后，你对我的态度真的很冷漠。然后我去你的学校找你，那天我进了你的学校，我在你寝室楼下喊着你的名字，你都知道我来了，你为什么要躲着我呢？我不是躲着你，是因为那天你打电话跟我说，如果你今天不出来不跟我解释清楚的话，你就要死跟我看。当时我很害怕，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就把电话挂掉了。可是我回去我给你发了一条很长很长的短信，我跟你道歉，我就是想当面听你给我解释一句，他到底和你什么关系？他就是在北京一个朋友，他在追求我。哎呦喂，那你为什么跟我提分手呢？因为你也知道大学马上毕业了嘛，然后学校里没有我的名额，不可能留在学校当老师。刚好那个朋友他说他爸在北京是一家公司的那个领导，有可能以后能帮助得到我，能跟我找工作什么的。那有男孩追求你，还能帮你找工作，多好。那你现在来找我干啥？2个月之前他跟我打电话说他爸妈安排他去马来西亚读研究生了，他已经去那边学习了。这个时候你才想起找我，你把我当成什么了？你对得起我吗？我问你对得起我吗？不是你想的那样，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并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情啊。我也不是为了工作达到目的做对不起你的事情的那种人啊。你还记得吗？那年在大一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平时帮我打饭呀，帮我打菜呀之类的。有一个北京的男同学，然后那年也是追求你的男生是吧？就是有那种意思吧。但是我当时是因为你拒绝了他呀，因为我喜欢的人是你，我告诉他我喜欢的是你。你说的这个事情我是知道的，当初你也为我拒绝过别的人，可是现在的问题是我一个高中毕业生，我在北京发展真的很困难。我出来3年了，我住了3年的地下室，3年。其实有的时候啊，我真的想换一个带窗户的房间，我想换房间我都换不了，你知道我多压抑吗？我爸爸妈妈让我回去，他们把我安排到一个银行上班，虽然不是正经编制，我感觉只要我努力，我以后的发展收入还是不错的。但是你就为什么不想跟我回去呢？就为什么一定要在北京呢？不是我不想回去，我只是想让你留下来，咱们一起在北京打拼，毕竟咱们还年轻。可是当初你不是这么说的。你想一想，当时说要和你报考同一所大学，结果你考上了，我没有。但是我不甘心，我就想和你在一起读书，我就复读了1年。那1年我就填了一个志愿，就一个志愿，结果我不争气，我还是没考上，别的志愿也没填，就这样我就落榜了，也没有学可上。我不顾一切的来到北京，到你身边，约定好了，咱们3年之后就回去。可是你现在为什么要反悔？你们现在什么关系？他是你的前任，可以这样说吗？对。谁提出的分手？我提的。什么时候？15年的时候。因为谁？因为什么事儿？还是因为那瓶香水？或者是送香水的人到底是什么？你说清楚。就因为送香水的人吧。因为送香水的人，为什么呢？爱上了他吗？不是，因为那时候我们2个天天吵架，我也没想清楚，当时就跟他提出了分手。现在我知道我错了。如果那个小子没去马来西亚有留学，你会回头吗？干脆这样好了，我觉得他们的故事其实在我这儿听起来，要我呢3分钟就可以说完啊。但是接下来既然我们要帮到你们，减压面对面听听看4位嘉宾的意见。问男孩一个问题，你恨他吗？其实嘴上说的恨他，其实心里一点都不恨。毕竟以前真的很喜欢他，他有他的追求，我理解他。不恨就好，
我觉得你是一个踏踏实实、本本分分的男孩，你付出了5年的青春，为了追随一段你认为的校园恋爱。但是对于你曾经的恋爱对象，曾经的那个初恋女友来讲，她可能要的是更好的生活，所以回到你的家乡，那是你最明智的选择。同样对女孩来讲也是一样的，你原本心里边就有一个追求更好生活的梦想，那去追求，没有人会反对你的追求，因为你只要不做错任何的对别人而言的一些道德的事情，你可以追求，没有任何问题。但他不是能跟你共同追求你想要的生活的那个男人。所有的校园恋爱可能有些时候就扼杀在校园恋爱当中，是因为当初在校园恋爱的时候大家都很贫穷，就过了一点点好好的开开心心的读书的学习的在校园里边散步的日子。但是工作过后真的每个人就有不同的要求，所以再回到当初回不去，因为你们已经变了。而你今天要做的事情，真的想留在北京的话，你自己留下来。如果你真的爱他，想要就跟他在一起，你就说好，我不想要北京的生活，我就想跟他踏踏实实在一起，因为他是我觉得最好的那个人，那你就跟他回去，因为你有时候也要为他做一些改变。第一件呢，我觉得变是好事，所以杨洋，你看着他说不要皱眉头，不要说他变了，不是，要说他变了，你也会变啊，你懂吗？难道你不想要更好的生活？你现在可能还买不起更好的衣服，难道你不想买更好的衣服？想买车买房吗？想吗？啊，哎呦，你变了，你以前都不想，所以你看到没有，这是好事，但你误认为是坏事，你有没有发现？不过你也强调一点，这个变对你来讲最大的不是这个，而是他的对你的忽视、冷落，对吗？那这一点我就要回来说小冯了。如果今天那个马来西亚的人如果没出去，你会选择他吗？不会，不会，因为我最后我们2个不联系之后，我想清楚了，工作并没有他重要。但我怕你回来的时候，只是因为怀旧、怀念那份感情，而没有好好认真你想要的未来是什么。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做“我爱你，但这不是我要的生活”。所以我希望你能活在我爱你，而且这是我要的生活。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话，你可以真的选择跟他在一起。我问一下小冯，如果你们今天的位置互调一下，他在北京，你是伴读，他跟一个家境条件好的女生走了，走得那么决绝，不接你电话，不见你人，你无论如何都联系不到他，你摸着自己的胸口，你觉得你会原谅他吗？不会。那不就是了吗？自己都这么难受，何必强人所难？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不明白这个道理吗？我跟你说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追随。这个男生一直在追随你。刚才虽然说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都在变，但我相信有一样东西是可以不变，就是心不变。心是可以不变。事实上，很多人在爱情生活当中，虽然环境一直在变化，生活收入一直在提高，诱惑越来越多，但有些人的心真的没有变。所以只要心不变，物质条件上的追是能追到的。你可曾从他的角度考虑过，他一个高中生跑到北京来，他刚才说用伴读来形容自己的生活，他追得很辛苦啊。他曾经几次够不着你了，你有没有体会？就像你所说的，你也曾经为他拒绝过别的男生，那是他第一次差点够不着，但那一次你按耐住了自己的心，但是久而久之越来越按耐不住，迟早有一天他会追不上。第二，回头。什么是回头？你这不是真正的回头，你是在寻求一种失落之后的安慰。你仔细想想看，那一天你自己的内心活动，
你分明已经做好了跟他老死不相往来。2015年的几月份呢？男生6月15他过的生日，那个时候距离你们相识多少年我们相识5年多。 ？5年。5年的时间，你可以走得那么决绝。你当时内心是下了狠心的，你已经想好了，以后的生活当中不再有他。我走就要走得决绝，我断就要断得果断。你想想看，你自己当初有多狠心。所以你认为你今天的回头是真正的回头吗？如果你要是真正的回头，你会答应跟他回老家，而不是再留在北京。你把他当钻石级备胎了。所以既然自己下得了那个狠心去伤别人，那么今天为什么下不了狠心来重修自己？寻找美好的生活固然是必要的，但问题是人心不能变，尤其是不能忘本。所以我如果是你，是断然不好意思到这儿来请求别人的原谅。你得给别人一个疗伤的期间，也给自己一个悔悟的空间。来，接下来请杨洋去密室里。我们希望看到一个冷静的结果。同样的，也请小冯登上大声台，大声说出。让我牵住你的手，不再放开，让我陪你走下去，哭了相伴，感谢你让我领悟，让我大声说出来。其实我知道我之前是我做错了，我知道之前都是我不好，之前那些事情都是头脑发热，就是现在就是想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咱们能够和好。我今天跟你说了这么多，也解释了这么多，你总要给我时间静一静吧，想一想吧。待会儿呢会为小冯升起选择柱，面对选择柱呢，小冯你有2个选择：第一，放弃和杨洋的这段感情，重新开始自己新的一段人生，转身离开；你还是想坚持和杨洋在一起，那就按下这个红色按钮啊。那么密室门会打开，杨洋呢也有2个选择：走出密室和你牵手，要么就留在密室当中。用他的话来讲，他想好好再一个人想一想，静一静。好，接下来请为小冯升起选择柱。请选择。5年，咱们就这样结束了。但是我觉得不要太多的去责备对方，更多的有时候检讨一下我们自己曾经哪一次选择是我们不明智的，曾经我们错过了什么样的东西应该去珍惜。我觉得未来的时间还很长，你毕竟还没有大学毕业，或许跨入社会过后，人生的冷暖会更加的自知。再见，小冯。我们的爱走到了今天，是不是我太自私？我今天听了4位嘉宾老师说的话，我真的收益挺大的。他说他要留在北京，而我要回去，可能我们真的不是同一世界的人吧。我想静一静，我想想一想。
好，接下来我们认识这一对倾诉人，他们的压力是什么呢？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压力倾诉。那时候是我不好，为了一个工作就离开他去了北京。可现在我也回来了，我们又在一起了，他干嘛这样报复我？我没有想要报复他，真的没有。其实这次1年后，我和他再见面，看到他的一些改变，我还是蛮惊喜的。但是现在相处下来，怎么说吧，有一些东西，有些事情，他就完全变了。所以我现在想暂时和他分开一段时间。我希望他能理解我。借口。他现在的行为就说明了他是在报复我。不要再冤枉我了。我现在也25岁了，也到了该为自己事业打拼的时候了。他现在这个样子，我真的没有办法安心工作。要和他分开，我也是没办法，只能说声对不起。都是借口。我希望他能给我一个真实的答案。接下来有请2位倾诉人上场。主持人好。哎呦，你好。主持人好。你有多高？我1.88米。来吧，姑娘，你本来是怎么一个情况？我就是和他3年前认识，然后最近莫名其妙的突然之间跟我提出了分手。哎呦喂！所以我一定要来这里问他是不是在捉弄我。是不是捉弄人家？1.88米。我都跟他说了不知道多少次了。我现在是要去武汉工作啊，然后我就想让他跟我一起过去，但是他就死活不肯同意。我想我现在工作这么忙，实在也是没有精力跟他再谈这么一场异地恋。那谁工作不忙啊？怎么就你工作忙？你们俩是在一个城市长大的吗？是这样的，我和他就是3年前，然后在南京的一个艺考培训机构认识的。好，大概半年以后我们就相恋了。后来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工作机会，就让我去北京。后来我觉得也挺好的，我也跟他商量了，我说要不然咱们一块儿去吧。结果他不同意，我也就自己一个人去了。没有想到这段时间我妈妈生病了，后来我就回南京了。我就跟他又重新在一起了。本来是觉得就是好日子应该重新开始了吧，结果就前几天突然之间跟我说要分手、分开，要离开我。我都跟你说了呀，我是要去武汉工作，你不肯过去，我也是没有办法呀。那我就是觉得，既然我又重新祈求你和你在一块儿了，你现在又把我给甩了，那不是在报复吗？分明就是在设个局，一个圈套，把我给套进去。我要是当时要报复你，我直接拒绝你就好了，为什么还要浪费我自己半年的时间呢？我也觉得哈。这事儿得从3年前开始说。那会儿我大学还没毕业，然后就到南京一家艺考培训机构去实习。他呢当时是带我实习的，因为他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当时我就是什么也不会吧，小慧呢就一直很用心的在帮我。有一次呢，一个同事就生病了，老板当时找不到别人代课，就找我去。当时我整个人都急坏了，因为我完全没有经验，我就感觉太难了。我当时都在想，是不是老板故意在刁难我？幸好当时小慧就看到了，然后她就主动过来帮我。那会儿我就是看到他就在办公室里愁眉苦脸的，我就去问他，我说你怎么了呀？后来他就把这件事情告诉我了。但是我不觉得是老板故意在刁难他，我反而觉得老板是给他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锻炼机会，锤炼一下，对，一个提升的一个机会，帮他一把吧。当时就是我在上面讲嘛，他在下面听，然后还帮我整理那个教案呀，一直工作到凌晨5点。第2天我的那个讲课是通过了，但是小慧呢却因为没睡好觉，第2天上课的时候老是打瞌睡，还被学生投诉了，结果就老板扣了他工资。不仅在工作上吧，在生活上他也帮了我很多啊。因为我家里条件也比较一般，除了平时的房租之外，我其他的地方就能省就省。早上我就在早点铺子里买4个实心馒头，然后2大杯豆浆，把豆浆灌在那个营养快线的瓶子里面，
看起来更高档一些。对，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就到楼梯口就着豆浆把馒头吃下去。有一次去下楼拿快递，中午的时候，我就看见他一个人就蜷缩在那个楼梯口那边啊，然后拿着那个馒头，还是实心的那种馒头，然后在那儿啃。当时那一刹那就觉得特别心疼，就觉得这小伙子就过得太不容易了哈，我就觉得我特别想帮他，给钱吧，男人都好面子哈，我就也不好意思给他钱，然后我就想一个办法，每次我买饭的时候或者我带饭的时候，我也给他带一份。我知道小慧当时是想帮我，但是他平时在工作上已经给我帮了很多忙了，不想再欠他更多人情。后来就实在扛不住饿嘛，后来就收下了。帮着帮着就有了爱情的火花。其实也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后来发生了什么？觉得这小孩，这小男孩哈，今年多大岁数？我27。您呢？我25。啊，小孩就是这么落下的，对不对？本来你也先工作，再加上实际年龄也比你年轻2岁，对，所以在你眼中，你总觉得有一种你要去呵护他。我能这么理解吗？当时就有一件事儿，其实也是件小事儿吧，当时公司里有一个老师在外面拉私活，老板知道就把他辞退了，然后老板看我平时工作还算比较认真，让我去接了他位置，这个时候有的同事嫉妒嘛，说什么是我举报了那个同事，当时小慧就站了出来，帮我跟那些同事们说你有什么证据，后来老板就专门为这事儿还开了个小会，这事儿后来才不了了之，平息了事端。对，为什么你要特别的关照他？一是觉得他现在经历的就是我之前经历的，就是也是、以前被挤兑过。对，这是理由1。对，有理由2吗？就是后来因为发了年终奖嘛，我当时第一个就想到应该请小慧吃顿饭，然后吃完了我就给她递了一个信封。干嘛？就那个信封还是那个牛皮纸，就是以前人家发工资的那种牛皮纸袋。信封里边是什么？我一开始我说如果是钱我肯定不要的，肯定要退回去。后来就结果一打开就一看，就薄薄的，是那个手写的信。然后我就打开来一点一点的从头开始看，密密麻麻的字，前面就是写对我的感激呀，到最后一句就是说，说他要想照顾我一辈子。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一开始我对小慧的感情可能就是一种感激，但是随着接触的时间变久了，就感觉小慧她的人其实非常好，又非常漂亮。当时我就想，我应该以男朋友的身份来照顾她，这样可能是对她最好的一个报答。哦，原来这句话是这个意思啊。对，因为我吧，就是从小到大性格都特别的强，真正喜欢我，然后还追求我的人其实没有几个，所以就是当他跟我表白了，我也就立马就答应了。立马就答应了，一点矜持都没有。哎呀，你们的爱情就从这儿就开始了。对，后来他就说因为要帮我省钱嘛，就一起住了。哦，因为我家是在南京嘛，然后但是我为了工作方便，我就在工作那个单位旁边租了一个房子，他上班也方便，我上班也方便了，但是我之前都是一个人居住，然后也是单身了好几年。当他出现了以后呢，我就觉得整个人的生活都充满着温暖还有温馨。你别看他就这么大个子哈，他特别会做菜。你的意思是说厨师都得很矮吗？就是他的外表可能会觉得高高大大的哈，白白净净的，不像那种特别长得特别可乐，我去。最拿手的菜是什么菜？豆腐。什么豆腐？就是煮豆腐啊，麻婆豆腐啊，全是豆腐。对，因为便宜嘛。他就特别厉害，就是把那个1块钱1块的那个小方豆腐，他能做出5、6种口味。不是挺好吗？你俩一开始是有一些烦恼吧？什么烦恼？就是在我们单位里吧，然后不允许员工谈恋爱。你是太敏感了，因为我们公司的制度呢，可能就是只要你做的不太过火，老板一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去了。你有的时候都到了一种吓人的地步，比如说以前在办公室里都喊我阿南，现在改叫小李了。因为既然这个规章制度存在，我们就应该去遵守。没有规矩，你遵守了吗？你摆明了没遵守啊！这我是觉得，如果说因为我们2个人在一块儿谈个恋爱，
我俩就被炒鱿鱼了。那这也太得不偿失了，毕竟也这么长时间了嘛。而且自从和我在一块儿以后，工作越来越稳定了，工作上也懈怠了。就工作也不好好努力了。我那是顾家了。怎么叫顾家？他每天上班就上班，然后下班回来以后就开始拿个手机开始研究菜谱，然后研究完菜谱以后就上淘宝，淘宝完了以后还玩游戏，他工作这么松散，那也是对我们生活的不负责任。我得承认，就是工作稳定之后，我是没有当初那么用心了，但是我觉得这还好啊，反倒是小慧你，就为了一个小测评加班到2、3点，不是1天2天，这至于吗？这身体都弄得不好了。你没有工作，没有钱，哪来的生活？而且那会儿我一个同学，然后在北京开了一个环保公司，邀请我过去给他管理一下。后来我就跟他商量，我说阿南，咱们一块儿去吧，去北京闯闯哈。他死活不愿意去，他就要在南京。他说南京挺好的。这是我第1份工作，我觉得我得好好珍惜它。相反，你去那北京的工作，虚无缥缈的。再说了，他只请你过去，我去了能干嘛？还要变成你来养我。这点我觉得不能接受。所以后来就因为他的这个原因，就一直在争吵，吵得不可开交。后来我实在没办法了，然后我就自己就先把工作给辞了，我就去了。去了以后，我就一直在等他电话。结果一直都没有。后来我就给他打电话了，我说你怎么还没有来？我们因此就聊了很长时间。僵持了多长时间？大概有2、3个月。哎呦嘿！对，我也一直在等他，我觉得他一定会来的，我相信就是我们俩之间的感情。后来他一直都没有来，我就说那你有你的选择，我也有我的选择，那就和平分手吧。对，我就说那既然他当时其他的行为，我觉得我都能接受。但他对工作这种态度，我觉得太草率了。今天能辞掉你的工作，明天你还不得把我给辞了？那我现在不也是回来了吗？那你现在莫名其妙的，为什么你又回来了呢？我有一次开会，前段时间我父亲突然之间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我的妈妈就是突然生病住院了。飞回南京以后，就看到妈妈在病床上面，我也是觉得自己作为他们唯一的女儿，不应该在外面再漂泊了。后来我就辞职了。辞职完了以后，我就在朋友圈发了一个状态，我说好累啊，终于可以回来了。然后后来阿南他就看见了，就跟我聊天，就安慰我。后来我就觉得你也安慰我了，那我就问问他，我就觉得我对他的感情也在。然后他这一段时间也没有女朋友，我也没有男朋友。然后我说那咱们能不能再和好？他当时就同意了，说那好吧，那再开始吧。就没有想到还没有半年，他就莫名其妙的跟我提分手了，没有任何的前兆。哎呦，他一开始是有一些改变，我很高兴的。就是他以前工作不是很拼嘛，但他现在呢就感觉更加的懂得顾家了，知道我工作的时候给我端一杯咖啡，或者让我站起来走一走，然后有一些意见也懂得跟我商量了。哎，这挺好啊。但是又相处了一段时间，我又感觉不太对劲儿了。哪儿不对劲儿？现在他都回来快半年了，除了平时照顾妈妈，就是在上淘宝，然后逛逛街，也没有想过要去重新再去找工作。你不是不要他那么在事业上上进那么拼吗？但是我觉得他这个人的转变也太快了，有些接受不过来，就是一个极端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对，而且他现在还会一天打好几个电话查岗。我这工作的性质，他也是干过老师的，他也知道。对，我现在手机一关机，他回来就要找我，说你怎么又关机了？完全无理取闹嘛。他说我事业心强，不顾家。我就说那既然我回来了，那我就把工作也放一下，因为我在北京的确也是赚了不少，足够我1年调整一下的钱了。我能够做到的改变，都是根据他之前对我的不满，我都改了。而且。如果照你这个理由的话，你对我的不满意，不就是我当初对你的不满意吗？那你现在又说这样的话，那又有什么意思呢？那如果说你现在不是在报复我，那到底是什么？我实在是想不明白。我觉得这真的不能说是我的错，我觉得这完全就是时间不对了。如果你要不是你当初去北京，那后面哪有这么多的？哎呀，你说实话，你是不是喜欢上别的女生了？没有，真的没有，真的没有。我事业心那么强的一个人，我放下了，我好好的照顾他。结果他现在事业心强了，那男人事业心强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我也支持他。可是我真的是想不明白，你要么就不爱我了，那就说不爱了。那你用这样的方法折磨我，我是真的是觉得就感情受不了。我已经跟你沟通过了呀，现在我肯定是要以事业为重。
在问到你们两个人这个问题且得到真实答案之后，我们就请我们4位嘉宾来帮忙，好吧？好。我先问一下阿南，眼前这个姑娘，你喜欢吗？我喜欢。爱不爱？爱。好 ，OK。眼前这小伙子你喜欢吗？喜欢。爱不爱？爱。好吧，减压面对面，听听看4位嘉宾的意见。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要考虑的就是安住于当下，因为所有的事它都是双面性的。就像今天我们讨论所有的话题，就是说，当你觉得它是一个事业型的时候，它自然会有经济实力嘛，往上拼嘛，但它就丧失陪你的时间。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需要调整的不是对方，是我们自己的心态，尽量让自己和对方都活得更自在、更轻松、更包容。你想结婚吗？想。你不想跟他结婚吗？你不是很爱他吗？但是我觉得现在还没有到时候。那什么时候到时候？我觉得至少要能把首付给付清。南京一套房子多少钱啊？大概首付的话要4到50万左右。那我看到你现在是月薪7600不到8000。对。那得多少年啊？但是如果我去武汉的话，有机会拿到2万以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觉得在那边打拼个2年，差不多就能把你的首付给赚出来了。是。然后你就会准备回到南京吗？是。这个事情小慧知道吗？因为我家是在南京，其实与说买房子，我们家也有，就是如果说因为房子而结婚，那随时都可以。但是他自尊心特别强，他不愿意。你租房子的时候不也住人家家？你不早就上门女婿了吗？你讲什么自尊呢？也不能一直这样。那还有，你买了房子过后，未来是，如果你们2个结婚啊，然后要跟你父母一起住，是这样吗？是的。这点你清楚吗，小慧？我知道，没问题是没问题。我有点纳闷呢，那既然你们对未来的规划都已经很明确了，那现在到底焦虑的是什么呢？他刚才已经答案说了嘛，其实他是出于恐惧感，他是对你的害怕，就是到现在你已经管他管那么凶了，然后他就是自己恐惧放大，说我去那里的话，那我不是每天要贴着脸，以后就拿个电话，然后他胶布绑着，这样每天讲电话就好了。他是怕这个，可是他邀请他去啊。但是他真的是 OK， 但问题是，你们还是可以谈异地恋呐。对啊，我也可以接受。那你为什么不谈异地恋？我就觉得之前就是因为他去北京，所以这个我俩的感情就崩了嘛。所以我就觉得异地恋可能确实，毕竟我们俩年纪也不是那种特别小了嘛。等一下，我跟你讲。如果你不爱他，你就直说，这个我接受。可是你明明说爱他了，接下你所说的异地恋都是出于你的恐惧，出于你以前的经验的投射。我再讲一遍，过去不等于未来。过去失败，那以后你要复制失败，哪有这种道理啊？你应该说我过去虽然这样，但是我相信以后我们不会这样，这才是应该要去的方向啊。首先，你们放下男女这个角色。当初你在北京的时候，其实我发现你还是比较顾自己的。你说你从小说你很强势，所以当初你要离开的时候，你就说好，我要离开，我去北京了。你在这我不管，所以你就走了。现在你回来，我们在一起吧 ，OK， 好，在一起了。而在一起之后呢，然后对方要走，说不行，你不能走，我要在这里跟我在一起。你会发现，你最终还是为了自己。虽然说你为他改变，我看到，我也认同。但是为他改变，不代表你就可以拿这个改变去绑架一个人。所以我觉得你们好好重新考虑你们这份爱情，考虑清楚的时候再说。我说3点啊。第一，你们彼此感情基础本来就不深，你去了北京1年半。这样的一个分手，其实就是感情不牢靠所显征的分手。1年半没有思念吗？是有思念的，但是你们居然就这么莫名其妙的就分手了。久而久之，电话越来越少，问候越来越少。
这说明你典型的，你们当初在一起只是一种照顾和被照顾的关系。小弟弟依靠着大姐姐，大姐姐照顾着小弟弟，这并非爱情。所以你们说分就分了，并没有分得撕心裂肺，也没有像普通的异地恋一样至少有半年的挣扎，你们没有。其二，当你回来之后，你们彼此只有一种遇到故知的感觉。你只是想嫁人，如果不是他，是另外一个可以照顾你的小男生，或者是恋家的男生，其实你也是可以的。而他恰恰也同样感觉，我本来就被你抛弃了，你说走你就走了，你现在回来又要跟我复合。虽然我突然之间找回了以前的感觉，但是我没有安全感，谁知道哪天你又会走呢？你只是恨嫁罢了，并没有把我放在生活的重心，因为我一直是个小弟弟，是个小男人，并非一个大丈夫，所以我要出去。第三，任何一个家庭当中本身的关系几乎就铸就了将来的关系。如果说这个家庭一开始是阴盛阳衰的，它突然变成了阳盛阴衰，彼此都会有不适应，那是一种可怕。我们虽然说每天生活都在变，但其实人本身是害怕变化的。所以第一，你们感情本来就不深；第二，现在你只是恨嫁，他却感觉到惶恐和不安；第三，你现在想做归巢的倦鸟，但他却因为第一次被抛弃，想要做一个大男人。种种复杂的情感表述在一块儿，得出的结论就是，至少现在不能结婚。这是发自于一种内心应付于环境的变化的本能所做出的一种反应。这是我的分析。来吧，阿南，请去密室。小慧啊，请大声台上大声说。让我牵住你的手，不再放开，让我陪你走下去，苦乐相伴，感谢你让我领悟，让我大声说出来。听完了主持人和4位嘉宾老师的话，其实我自己心里已经想明白了很多。之前我离开你去了北京，的确是我太自私了，我没有考虑到你的想法，而且我太自以为是了。我以为你一定会来找我，然后我回来以后，我以为我所做的改变都是你想要的样子，但我发现我还是错了。真的很希望今天在这里你能够好好的给我一个聊一聊对方的机会，再给我一段时间好吗？我感觉现在听了各位嘉宾的话，觉得可能想的有点乱，可能要再想一下。待会儿呢，会为小慧升起选择柱。面对选择柱，你有2个选择：第一，放弃这段感情，重新开始呢，转身离开；还想跟小南在一起，那就摁下这个红色按钮。那密室门会打开，小南也有2个选择：要么出来跟你牵手，要么留在密室当中。明白了吗？好，那接下来请为小慧升起选择柱。请选择。请选择。
你现在怎么想？我尊重他的选择，但是也希望下了节目能够和他好好的聊一下，再聊一聊。再聊是没有问题，个人建议，但过一段时间找个机会聊，把这个时间给双方都留足了，或许思考的会更加的充分，好吗？好，再见，小姑娘。我们的爱走得累尽